虽然这种造化机缘是可遇不可求，但自身所修之道就是原始之道，没有原始法身的机缘，那么牧尘的修为也将会停滞不前。而且从一开始在大千世界获得万古不朽身后，他的无上命运就已经被选中，今后的所有道路都是沿着一条被设计好的道路一直走，即便他已经成为一位大道主神，也无法走出这一条道路。当然，能够被无上法神选中的牧尘自然是天赋异禀的存在，自身天赋再加上无上传承者的机缘，那么注定会比其他天之骄子、神之骄子都要强上一个层次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萧炎、牧尘、灵动等人能够越级挑战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，这就是他们的原因之一。这一个赌注换作是别人或许没有勇气的去赌，但是牧尘不一样，他既然被无上法神选中，那么定然不会那么容易选择放弃。在沉默了片刻后，牧尘的神色变得无比的坚定。我愿意，我来此就是寻找自己的造化机缘，如今这一份可遇不求的造化机缘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为何会放弃？牧尘此刻的心中充满了对造化天神体力量的万分垂涎渴望，他知道一旦成功掌握这股造化本源力量，那么自身的实力也将会登临造化，掌控独属于造化主神的规则之法，实力将会超脱大道之上，将得到质的飞跃，届时即便在神界域世界都是一等一的存在。而且在刚刚与9天造化大能者的战斗中，牧尘深深感受到了大道与造化的浩大差距，他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，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才能够有资格站在9大界之巅，甚至神界域之巅。牧尘紧握拳头，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大道力量。虽然这是一场赌注，但为了追求更高级的造化力量，他愿意去冒挑战，他愿意追寻那属于自己的造化机缘。万丈高大的造化天神体见到牧尘那坚定之色，也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，毕竟能够被他选中的人，天赋和勇气自然不可或缺。哈哈哈，好样的，居然在这1/2的机会下还如此果决，他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无上法神乃是大咒传说的5位无上之一，实力修为毋庸置疑的强大，能够被无上法神看上的人自然会很独特。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牧尘抬头仰望着这尊万丈高大的造化天神体，虽然能量被收敛，但依旧可以在其表面感知出那超脱大道之上的玄奥力量，那就是造化规则。造化天神体手臂一抬，伸出一根食指点在了这片虚无之地。轰！一道巨大的响声便是从虚无中响起，虚无开始动荡扭曲，似是有着什么东西要从虚无深处出来。在那处虚无扭曲下，一道神圣之光从那虚无深处迸射而出，降临在牧尘的身后。神圣之光中出现一道巨大的石碑，上面刻满了古老的文字，散发着玄奥的光芒。而这些石碑上的文字仿佛在诉说着什么，仿佛在指引着牧尘走向更高的神之境界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，照亮了整个黑暗的虚无。牧尘也感受到了一股古老强大的原始气息，他知道这是造化天神体的力量在召唤着他。呼！牧尘的心跳开始加快，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。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很久，造化之路也终于降临在他的面前。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准备迎接来自造化天神的考验。去吧，这是天神造化碑，只要你通过这考验，那么我便愿意成为你收服的第9座原始法身，而且你又有一道无上神韵之气，那么你也将会再次激活部分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。造化天神体那双深金色的眼睛已经早已洞穿牧尘的所有秘密，而且也已经为他铺上了造化之路。至于能否踏上这造化之路，一切都还要靠他自己本身。造化机缘虽然是所有大道主神最梦寐以求的存在，但真正降临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时，可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能够获得让造化的机缘。因为造化机缘与其他机缘有所不同，造化机缘都有一次考验，只有通过了考验就可获得造化机缘。当然，几乎很少神奇能够通过造化的机缘，而那些没有通过造化机缘的神奇都会被造化考验反噬，分解掉大道之法，实力跌落天位神。牧尘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通过天神的考验。一道鼓励之声从萧炎的口中传出，他用那双坚定的眼神看着牧尘，脸上带着一丝微笑。牧尘小兄弟，虽然我们之间接触的比较少，但是从刚刚你与那位造化大能者交手的决心时，你应该不是那么轻易就失败的人，我们也相信你。为了增大牧的信心，2位神殿殿主也同样为之鼓励。神元宫的众人亦是如此，造化机缘实属难遇，如果说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。如今这个造化机缘只属于牧尘一人，他们也只能为牧尘加油，希望他能够顺利的通过天神考验。多谢大家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如今强敌越来越强大，所以这次的造化机缘我会将其成功吸收。牧尘给了众人信心的回应，他非常明白，除了神藏中的一些强大对手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背负的无上传承者之责任。千万载之前的无上法神之所以选择他，一定另有隐情。当年的天古浩劫那传说级的5位无上神究竟为何会陨落？
而陨落后又为何要选择他们的传承者？在这背后，或许还有他目前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所以必须抓住登临造化之路的机缘。大道虽玄妙，但造化更玄奥。牧尘转过身，纵身一跃，身影立马出现在了那巨大的天神造化碑面前。他感受到了天神造化碑上传出来那无穷无尽的古老原始力量，仿佛可以掌控一切的天地规则。好玄奥的能量波动，这便是造化的机缘吗？牧尘喃喃一声，这也是他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他必须把握住。天神的考验，不管多艰难，他都不会放弃。牧尘伸出手，准备接受这股古老原始的力量，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坚定和决心。他相信，只要永不放弃，终有一日，他将登临造化，成为一名真正的造化主神，超脱大道，掌控规则。这时，一股古老而原始的力量，如同岁月的呼唤，从天神造化碑中溢出，渗透进牧尘的手臂，顺着经脉蔓延至全身。他的身体在这股力量的包裹下，开始变得透明，如烟如雾，渐渐与四周的虚无融为一体。那股力量蕴含着造化的玄奥深意，仿佛要将他塑造成造化主神。牧尘感到一种超脱尘世的缥缈感，他的意识在虚无中飘荡，直至完全消失在天神造化碑的神秘光芒中。此刻，他踏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，开始了属于他造化之路的考验。当牧尘的身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后，天神高大威严的身躯宛若古神复苏，身上光芒四射，似乎能看透一切凡尘俗世。他的目光俯瞰萧炎，后者能感受到那种来自原始与神圣的凝视。旋即一道声音带着造化神威在这片虚无中回荡：你是无上焚神的传承者。天神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，每一个字都带着无上的威严和原始的韵律。萧炎感受到这声音中蕴含的神圣力量，内心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。周围的虚无似乎在这一刻变得更加深邃，而萧炎的身影在天神的光芒映照下显得更加坚毅。萧炎抬起头望向那万丈高大的天神，只见他身披光芒，面容庄严，仿佛是这片虚无的主宰，又是一方世界的造化者。我正是无上焚神的传承者。萧炎双手一拱，恭敬地对着天神回应道：你的身上除了6道神火之外，似乎还有一道地火。这地火虽然不是万火之神，但是那帝王之姿却是在万火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仅仅一眼就看穿自己体内的火焰，这天神的实力也太恐怖了一些。难怪就连刚刚那位9天神袍的造化大能者都选择逃跑，如果真正交起手来，恐怕即便是那位造化大能者都不见得会赢。但是你的地火很有意思，居然会在你吸收了神火之后，还能够不惧神火的吞噬，保持帝王之姿，这倒是让本天神还是首次所见。对于萧炎体内的地炎之火，天神饶有兴致地说道。但萧炎听过来却感到话中的疑惑，难道只要吸收了神火，那么地炎之火也就会被吞噬？但是从吞噬第1道幻虚神火的时候，就没有看见过地炎被幻虚神火吞噬的异动。如果本天神所料不错，你应该已经修炼了焚神诀吧？萧炎的神色有些变动，显然自己身上的所有秘密都已经被对方一一看透，无处可藏。焚神诀都被眼前的天神发觉，所幸天神不是敌人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么萧炎在天神的手里可就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，能够引动造化规则的神力，可不是目前萧炎可以抗衡的。既然你是无上焚神的传承者，那么在这神藏之中，应当也有属于你的造化机缘。而天神口中所说萧炎的造化机缘，就是那第1神火创世。难道天神前辈知晓创世神火的消息？萧炎也不傻，既然对方这么说，自然知晓创世神火的具体信息。本天神的确知道一些创世神火的信息，但是并非完全知晓。我之所以在这里，是因为当年无上法神吩咐让我在此等待无上传承者之前，还发生了一件事。众人闻言立马耳朵竖了起来，因为关于千万载之前的事情，如今大咒中的神奇强者知晓的并不多，而每当说起那个纪元时代的事情，都会引得他们这些人血液沸腾澎湃。此时神元宫的盘龙副公主面色有些异常的变化，她本体乃造化神器，在天古纪元时期她也早已经存在，只是缺少了混元魄，她的记忆也失去了一部分。